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宝咖咖。4、5月是萤火虫比较多的季节，这次来到苗栗有看到萤火虫哦，而且拍到荧光闪闪的照片，真的好开心啊！所以我又特地找了一个有月光的夜晚，再来拍一次萤火虫。有月光的夜晚是不是更生动了？静静享受着萤火虫光影的流动，也按下了快门。长曝光照片很梦幻哦，有月光的加持下，在镜头里带你看清萤火虫的真面目。这是黑翅萤。它会为了呼朋引伴与求偶而发出绿光。目测黑翅萤的身长只有大约1公分大小，特色是头部下方是橘红色的前胸，以及隐藏在翅膀下方的发光器。雄性萤火虫有1节发光器，雌性萤火虫更拥有2节发光器耶，所以雌性萤火虫是不是更亮眼呢？这光影流动的画面让我幻想起阿凡达的世界。有着发出荧光的植物，以及摇曳飞舞的光影。闪闪发光的生物让我脑子里开始建构了属于自己阿凡达的世界。光想象还不满足，我是否能自己创造出一个梦幻的阿凡达生物呢？这是锹形虫，开始幻想要改造一番。如果锹形虫也能发光并七彩流动，是不是也很梦幻呢？脑子里的画面开始渐渐地浮现了起来。光想是没用的，就实际动手做看看吧。首先需要一只锹形虫的标本，它叫拉可达鬼焰锹形虫，光听名字就很诡艳了。加上艳丽的灯光，应该很有趣吧？一起来体验刺猬帮的梦幻创作吧 ！Let's go！ 第一步，先找到合适的 LED 光源。这是内含驱动 IC 的 LED 灯珠，可以透过外部程式来控制亮度与色彩，想发什么光都随心所欲耶。但发现锹形虫实在是太小了 ，LED 放在上面都觉得太大颗。放在大2上都盖过威武的象征了。其他身体部位好像也不太合适哎，那再找看看还有什么尺寸的 LED 适合吧。我们先拿尺当比例尺，可以看出这颗 LED 的大小是5 mm。大约呢就是1颗米粒的2倍大，但其实已经很小了。你看我手抖成这样，好不好笑？那还有更小尺寸且有驱动 IC 的全彩 LED 灯吗？当然有，尺寸直接从5 mm 缩减到2 mm 的大小。你看是不是整个小了一大圈？看起来这个放在锹形虫上面也合适多了。因为要程式控制的原因，这样的 LED 需要焊接4条线，那背面的焊点也更小了。焊接是一种挑战啊！你看我手抖成这样，好不好笑？既然都往尺寸小找了，那还有更小的尺寸吗？还真有！来，这尺寸更缩小到1.5 mm 的大小。我发现这3款 LED 的灯珠封装的方式都不同哎，在这么小的尺寸下，一样保有4个焊接点，代表这个焊点已经小于1 mm， 这是可以焊接吗？已经是焊接大魔王的等级了，我觉得。那最小尺寸是什么呢？来了，这应该是市售最小含 IC 的全彩 LED 灯了吧？尺寸直接来到了1 mm 这么小，背面的焊点也小到肉眼都快看不见了。对我来说简直是焊接地狱了吧，体积更是小于米粒10倍以上。我们拿铅笔来对比，连笔芯都大于 LED 多太多了。焊接等于0402的规格电子零件了。既然要做到极致，还是选它来制作吧。我感觉自己好像打肿脸充胖子。既然焊接地狱等级的焊点，选择合适的电线也是一个挑战啊。
一般行动电源用的角线一比，光铜丝就比 LED 还要大了，根本不能用。换上电池焊接常用的电池线，够细了吧？天哪，铜丝直径竟然还比焊点大，怎么办？开始抓头，想还有什么选择？抓头的时候刚好扯下一根头发，法师粗细很合适此 LED 的焊接。在工作室翻箱倒柜后，找到这一卷跟法师相近的漆包线。就决定是你了，皮卡丘。既然 LED 跟电线都决定了，就开始思考要摆几颗 LED 跟放在什么位置。LED 跟锹形虫的大二比真的小好多哦，非常好。量一下尺寸来决定 LED 要串几颗，然后先把接线图画出来，等一下焊接的时候比较不会出错。接下来开始制作灯串，在这时我习惯拿出双面胶带，取一段 LED 灯串需要的合适长度。贴在随便一片比较耐热的硬板子上，木板啊、电木、陶瓷板都行，这样就可以起到焊接固定的效果，并预先把灯串的长度先画上记号。接着把地域 LED 准备好，确认一下接线图的摆放方式，依序把 LED 贴在双面胶带上。再来准备助焊剂、焊锡以及恒温烙铁。这次用无线恒温烙铁来焊接，它没有电线的束缚，底座还能随时帮烙铁充电，对焊接精细的零件就更好用了。而且这么小又怕热的零件，一定要可控制温度的恒温烙铁才好用哦。那就靠它来挑战焊接地狱吧！对了，气包线可以透过焊锡加热，让表面的绝缘漆移除，来方便焊接哦。接下来先把 LED 上的焊点都先沾锡，等一下焊接就会比较方便了。因为焊点实在是太小了，加上你们看不见的摄影机阻隔一段距离，其实我大部分都是用感觉在焊接啦，比正常焊接更困难了。所以可以的话，帮我按赞啦，拜托！焊点太近时，遇到像这样焊型连在一起，我的做法是先清洁烙铁头，再沾一沾助焊剂，再次碰触焊点，你看就分开啦。像这个不知道是助焊剂还是氧化物产生的褐色物质，也可以清洁烙铁头之后减少这样的现象。但不影响的，最后也可以用洗板水洗掉。
焊点都上齐之后，开始焊接气包线。这款气包线受高温之后，表面的绝缘漆会融化，就能焊接上 LED 了。中间连接比较麻烦，焊接一端后，再用小刀切断电线。啊，因为靠太近，焊接时另外一端也跟着溶锡掉下来了。没关系，我们换个做法，先把整条电线都焊接上去。再用小刀把中间不要的铜线切除即可。
加油！还有负极要焊接。焊接后会有助焊剂的残留，可以用洗板水进行清洁。这样灯串就不会油油的啦。等一下粘在锹形虫就比较稳固。清洁后，小心的从双面胶取下来。终于焊接好一条灯串了，但我还有好几条需要继续。焊接地狱继续开始。对了，还要准备单颗的焊接作为眼睛发光用。耶！所有灯串都焊接完成了。接下来就是贴合到锹形虫身上了。把灯串弯曲好对应的曲线，透过 UV 胶水进行贴合。贴合后，透过 Arduino 撰写的点灯程式来测试是否正常。第一条灯串成功。依序把灯串都固定吧。第二条灯串成功。接下来是大2的灯串，第3条灯串成功，顺便帮线头加固，比较不会断线。
第4条灯串成功。右眼部分完成。左眼部分完成，耶！接下来就是理线了。因为采用的都是同一个颜色的起包线，所以整理电线时要非常专注。如果绞错了，电线就短路了。整理完电线后，把起包线上漆。插上可程式电源供应器来测试，成功！最后安装电池跟充电电路就完成啦，请看成果哦。焊接地狱之锹形虫发光挑战，我成功了，你应该也可以哦。喜欢的话，请帮忙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